容光焕发的赵露思虽然年纪大了，外表也很年轻，但还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在传闻中的陈芊芊中饰演女主角的女演员，在该剧播出后收获了不小的人气。看多了影视剧后，赵露思的人气更是爆棚，被称为娱乐圈的当红小花。9月19日，她在机场戴着墨镜，看上去美丽、年轻、优雅。等待接她的飞机的人因走路困难而感到困惑，他们甚至被推到了一起。2016年，赵露思在快女孩选中演唱《枫叶的故事》，虽然她没有被选中，但这次活动迅速增加了她在互联网上的知名度。之后，她也因此进入了娱乐圈。赵露思是个像小妹妹一样的少女，她的首演获得了初恋女神的称号，因为人们认为她的圆润五官与赵丽颖相似。不过，网上也有人说她的脸和赵丽颖不一样，很不爽。当她和陈芊芊一起出演传闻中的陈芊芊的戏时，她身着网友们非常喜欢的红色服装。赵露思饰演的甜美娇花是该剧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她一身鲜红色的衣服，气质优雅，圆圆的脸蛋和开放的个性深受观众和豆瓣用户的喜爱，也因此她成为了娱乐圈的知名明星。刘宇宁和赵露思最近合作了一个名为《龙颂行》的项目，她在9月初之前完成了生产。当晚2位演员同台演出，两人都穿着单色衣服，她们美丽的外表以及男女两性的两分法吸引了许多观众。两人在剧中饰演夫妻，但舞台上的歌曲表现却造成 CP 感不佳。我不确定在剧中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影响。新剧播出后，只有赵露思的遭遇才知道。9月19日，她从长沙到上海的途中，伪装成蒙着眼睛抵达长沙黄花机场。她的着装非常随意和简单。赵露思以年轻时尚的外表，鼓励粉丝在被迷住的时候要小心。粉丝们来到上海后，很多人都聚集在机场接机，这导致机场停滞不前，阻碍了赵露思维持现场秩序的能力。因为赵露思要保持现场秩序，所以她没有戴口罩遮脸，这让粉丝们觉得她平易近人，因为他们明白她在人山人海的情况下耐心等待。当她看到旁边的粉丝用手机拍照时，她会向他们微笑，并鼓励他们开始抓拍。她朴素的脸庞露出了她真实的五官。此图片未使用任何滤镜或化妆，这只是一张基本照片，没有任何调整。看到这张照片，不得不承认赵露思的美是天生的。近2年，赵露思的新剧接二连三，《长歌行》传闻刚刚上映，据说是赵露思主演的古装偶像剧。据传，赵露思主演的新剧《国子监的女学生》已经官宣了。这个故事中有一个天真的女主和一个充当她的招聘人员的男主，这也是该角色第一部以浪漫场景为特色的网络剧。与其他戏剧一样，女主角被描绘成愚蠢的。赵露思制作了一大批热门甜剧，每一个都受到了大众的好评，让她成为了当年的甜宠剧女王。年轻漂亮的赵露思一到机场，粉丝就蜂拥而至，称赞她的时尚造型。她脚踏实地的个性有助于保持机场的平静，同时协助维持秩序。对于甜宠女王赵露思，你有什么看法？如果您喜欢您阅读的内容，请随时在下面留言。另外，如果您愿意，请将此作为关注和喜欢的机会。为什么内娱的催泪迷越来越激烈？因晴朗行动而冷清了许久的饭圈，终于因频发的私粉事件再次热闹起来。近期，粉丝干扰新剧的事件接二连三。先是刘诗诗的粉丝宣布停止数据宣传，因为一面关山官方宣传物料模糊了刘诗诗的身份，直接把刘诗诗和刘宇宁放在了舞台上。最终，官方海报和版式3度更替，都未能给粉丝一个满意的结果。紧接着，杨颖粉丝纷纷效仿，宣布停止数据推广，以抵制《暮光之新盟约官宣人嘉伦压到杨颖。这边85花的粉丝还没有撕破江湖的优劣，那边95花的粉丝也集体造反了。鞠婧祎粉丝因为《仙剑奇侠传4》小菊被激怒而开枪陈哲远，
赵露思粉丝因为新剧《神隐》认识了可能合作的井柏然，而白鹿粉因为新剧《错了聊》的开播，和王鹤棣粉丝形影不离。花粉和原粉早已因谁卷入大规模口水战而屡见不鲜。上一次闹得沸沸扬扬的撕裂事件，是因为吴亦凡而被埋没的《青簪行》。当时杨紫和吴亦凡的粉丝撕破脸皮，还被官媒骂了一顿。最后2021年底，广电总局在电视剧模板制作规范的公示中特别提到要避免撕裂，电视剧中演员签名的方式、顺序、位置等应当在聘用合同中约定，制作方应当在与演员签订聘用合同时就签名问题进行沟通和约定。虽然政府出台了明确的规定，但娱乐圈的纠纷还是层出不穷，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撕粉是饭圈大练兵，是剧集的强势预热，也是演员们的心理战。谁在操纵催泪迷上台？纵观中外娱乐圈，撕粉确实由来已久。最早爱撕逼的好莱坞演员是备受推崇的奥斯卡影帝马龙·白兰度。不得不说，在教父心中深入人心的马龙·白兰度，大部分时间都是当之无愧的，但他也有些无缘无故的落泪。比如1978年的超级英雄电影《超人》，马龙·白兰度只出演了前10分钟或更短的戏份，却推倒了绝对主角超人演员克里斯托弗里夫的排名，成为其中一位。内娱最早被人熟知的撕逼事件是2012年的电影《画皮2》，当时当红的周迅和赵薇更是当场八卦踢凳子。可不管过去怎么撕，都是关起门来撕的。偶尔传出消息，外界在圈内也算是茶余饭后的八卦。撕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正经上台，有粉丝参与其中，唱主角，关必应，半推之。撕粉逐渐从暗地里的幕后传闻，变成大张旗鼓的台前盛事。大概有以下3个原因：一是主演团队有意引导粉丝撕逼圈粉，并向官方施压，要求改变片位，其中有可能是官方失信，想要改变之前约定的立场，或者其中一位主演地位突然上升，打算重新定位。现在大部分的撕裂事件都属于这一类，比如传闻错了聊项目的男女主接近王鹤棣和白鹿，引发争冠之争。在《苍兰诀》播出之前，王鹤棣应该会作为第2集出现在剧中，可等《苍兰诀》火了之后，他就有了和白鹿抗衡的资本。因为《苍兰诀》已经有了一流的自觉粉丝，偶像被白鹿压过就更让人难以接受了。黄昏新约官方发布物料公布任嘉伦、杨颖第2。在粉丝不满停止宣传后，杨颖方工作人员你的助手 CD 发来苹果表情包，疑似暗示是平凡。不过官方并没有修改官宣材料，也没有按照平凡的一贯做法进行操作，主演的名字标注不分先后，按照姓氏或年龄的笔画数排序。整体来看，木心之约项目上映之日恰逢平台发布片单的大日子，应该是平台和片方为了招商定了这个位置。之所以这样安排，也是认可任嘉伦的扛戏能力。任嘉伦的热播剧很多，要不是早婚，早就堵车了。而且即便是早早结婚，在今年的《初识君》和《拜托君》2部剧之后，任嘉伦依然有晋升一线小生的气势。第2起撕粉事件是片方和宣发方故意为之，炒作圈粉争夺战，以撕逼圈粉为营销手段。这种撕逼通常是2位主演势均力敌的结果，他们也和片方达成了一致，接受了平分的结果。毕竟如果以一方球迷的胜利收场，势必会挫伤另一方球迷的气势。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先在内部炒作，然后在外面大肆宣扬。之前延期的剧可能也有类似的操作，比如《浩一行》的2位男主陈飞宇和罗云熙，张公安的2位男主井柏然和宋威龙。最后一个就是粉丝的自发撕逼。众所周知，流量时代的粉丝热衷于数据压注，而如今因为情闹封杀各种榜单的行动，粉丝一直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眼看粉丝活跃度越来越低，大粉们和官方后援会把粉圈之战摆上了台面，重新搞活了粉圈吸引活跃粉丝、增强粉丝粘性的运营。
位置之争成为了粉丝们眼下最重要的数据任务，本质是内部娱乐咖啡系统的混乱。好莱坞影视圈的演员们分崩离析，他们看重2个指标：奥斯卡奖、票房表现和收视率。好莱坞最著名的3位名人马龙·白兰度、小罗伯特·唐尼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他们之所以能拆风扇，是因为他们拥有行业内外公认的实力和状态。马龙·白兰度获得了2次奥斯卡奖，小罗伯特·唐尼主演的电影全球票房143亿，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了世界电影史上票房前3的《泰坦尼克号》《荒野猎人》，获得了奥斯卡奖。在影迷阵一词的发源地日本，影视界也有一套严格而明确的影迷阵规，扮演角色的人不仅是剧本中的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为收视率付费的人。重要的配角是签约助理，其他演员都是 N 个粉丝。剧组成员是1、2，一般都是掌握故事关键信息的人物，而且大多是圈内大牌扮演的角色。比如2015年由日本当红85花时原里美出演的5到9美和尚爱上我走红，让他的事业大增，后续接了不少剧集，但当这些剧表现不佳时，他也承担着最大的责任。比如2018年高山之花播出时，他就在媒体面前公开道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事业。不过目前的内娱立场，严格来说既不涉及演员的实际表现，也不对播出效果负责。大多数时候，演员只是为他们心中的咖啡位置而流泪。行业内的影视公司和选角团队其实有一套标准，指的是剧本角色的重要性、实际的表现、演技的重要性，但最终决定权在投资方和大牌演员的手中。一方面，一个演员可能明明没有带剧的能力，只是因为一些流量话题或者曾经走红，但现在大势已去，但为了在江湖中保持地位，他有坚持。另一方面，投资方和平台方也想通过更优秀的演员为与他们有深度合作的初级演员提供咖啡。一般来说，咖啡地位较高的演员如果接受这种为别人抬轿子的方式，他会在平台上换来一些利益，不会无缘无故地受到人情。正是因为这些潜规则的存在，导致了内娱节目的决策体系混乱，剧集的顺序不一定能说服普通观众。当然，也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内娱目前的数据、口碑、奖项不够可信，不够有影响力，不够有价值。硬糖之前也讨论过，文化路爆不爆，谁说了算？目前还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判断网剧的播出效果，各个平台关停后的前台数量，结束剧集并用不同的流行标准代替它们，剧集数据令人困惑。第三方数据平台的榜单差异很大，经常被人诟病为水榜。现在只有明星剧才能通过广电主导的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榜单提供权威评级。所以在今年的明星剧胡同中，赵露思的主演单元获得了351的 CVB 收视率，这可能比网剧的热度更有说服力。位置之争，谁赢了？如果争夺冠军头衔成功，他可能不是赢家。2016年，电影《盗墓笔记》引起轩然大波，回国一炮走红的鹿晗与刚刚登上热播电影《捉妖记》榜首的井柏然一起过春节。当时官宣阵容的时候，本该是绝对主演的鹿晗和井柏然相继登场，井柏然的经纪人亲自下场解释说是鹿晗想要排位，但他们不同意。双方球迷展开了争冠之战，最终井柏然击败了鹿晗。但《盗墓笔记》上映后口碑崩塌，并没有给井柏然增添多少。3年后，当鹿晗主演盖过舒淇的大 IP 电影《上海堡垒》时，井柏然当年还没有任何电影资源，而鹿晗也因为《上海堡垒》的口碑在票房上遭遇双重打击，在电影事业上遭遇滑铁卢，再也没有演过电影。大 IP 改编的影视作品是重灾区，很多演员认为只要撕掉大 IP 就可以在事业上有红利，有利于提升咖啡位或者收下一部戏的薪水。众所周知，该剧的最终呈现决定了一切。一个大 IP 的红利顶多可以吃掉后面的1、2部剧，
没有资本就永远为虚幻买单。与其试图撕毁它，不如努力演出自己的戏剧。即使大戏结束，群众也不会乱骂个人。比如任素汐和杰瑞的爱情片《一颗小小的心》，票房口碑双双，但没有一个观众吐槽任素汐的演技，影片也没有影响到任素汐的后续资源。很多想走青衣路线的演员根本不在乎这个位置。我在家乡好，任素汐，不一样中的王珞丹，猎杀犯罪指南中的金世佳，不亚于任何签约主演。但他们被单挑出来，签了一个特殊的主演，根本没有被列入主演。刚刚获得飞天奖最佳女主角的热依扎，在《山海情》官方阵容正式公布时排名第5。从剧中女演员的排名来看，她也排在闫妮和黄瑶之后，但最终她凭借这部剧获得了女演员奖，在飞天奖上大放异彩。虽然角逐位置不一定是演员的个人意愿，但演员可能会被资本推到风口浪尖，而背后的经纪团队则将撕掉位置作为撕掉后续资源的手段。但对于演员本身来说，撕粉的成功未必真的能增加后续资源。对咖啡位的挑逗大部分是无效的，有效的是演员的硬实力。不像我们曾经看到过配角作为主角出现过1-2次。